那天傍晚，山里起了雾，阿川坐在廊下，看着远处的云慢慢压下来，心里却有点闷。他最近很用功，早上练拳，晚上静坐，白天工作再累，也硬是撑出一点时间来。可是越练，他越觉得奇怪，有时候心很定，像湖水一样平，有时候又乱得像菜市场，什么念头都跑出来。更麻烦的是，他看了很多资料，越看越多，越多越乱。每个人都说自己有真诀，每本书都像藏着秘密，每段话都好像很玄。阿川忍不住问朴朋克：师父，修行到底要什么？朴朋克正在煮茶，听了只是笑。阿川接着说：有人说要找名师，有人说要看经典，有人说要闭关，有人说要有道伴，有人说要准备资粮，还有人说要找风水宝地。可是师父啊，这样听起来好像太复杂了。难道修行不是一颗心清净就好了吗？我自己努力不行吗？朴朋克把茶杯放到阿川面前，淡淡说：你自己努力当然重要，但你以为一颗种子只靠自己想长大就能成为大树吗？阿川一愣，朴朋克指着山下田地说：种子要有种性，也要有水土，要有阳光，要有人除草，要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该浇，什么时候该停。修行也是如此。古人讲4个字：法、财、履、地。这不是迷信，也不是排场，而是修行能不能走得长、走得稳、走得正的4个条件。阿川低声念了一遍：法、财、履、地。朴朋克点头：对，没有法，你不知道路；没有财，你走不远；没有履，你容易偏；没有地，你难安住。人最怕的不是没开始，是明明很用功，却一直在原地打转，最后还以为自己在前进。朴朋克说：先讲法，法不只是书上的文字。阿川问：那书不重要吗？朴朋克摇头：书很重要，但书不是全部。书像地图，能告诉你山在哪里，河在哪里，方向在哪里。可是你真的走进山里，天色一暗，雾一起，地图上那条线未必能救你。这时候你需要的是走过路的人。所以古人众口绝不是故意神秘，而是因为有些东西文字只能说到门口，不能替你跨进去。阿川皱眉：那是不是一定要拜师？朴朋克说：不是拜个名号叫拜师，真正的师不是把你变成他的信徒，而是能在你卡住的地方点你一下。有时候一句话比你看1000卷书还有用，但你要记住，真正的一句话不是让你兴奋3天，而是让你少走10年冤枉路。阿川点头。朴朋克接着说：所以法最重要，没有法，修行就像夜里赶路，你可以走得很勤快，但不一定走得对。有些人练一辈子，只是在自己的想象里打转，心里很热，方向却偏，嘴上很玄，身上却空。这种人最可惜。阿川问：那怎么分辨法是真的？朴朋克喝了一口茶，说：真法不靠吓人，也不靠炫技，它会让人越来越清明，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能在生活里做一个正直的人。若一个法让人越练越骄傲，越练越怪癖，越练越看不起别人，那就算讲得再玄，也要小心。阿川听到这里，心里一震。朴朋克又说：第2是财。阿川立刻笑了：师父，修行也要钱哦。朴朋克看着他：你不要一听到财就想到贪，财不是叫你贪财，而是叫你有资粮。人要吃饭，
身体要休息，修行要有时间，要有基本安定，要有可以支撑生活的条件。若一个人每天被生计追着跑，心神疲惫，身体耗空，还说要长久修行，那不是高明，是硬撑。阿川沉默了。朴朋克说，真正的财是让你不被生活拖垮的力量。有些人把贫穷浪漫化，以为越苦越像修行。错了，苦可以磨人，但过度的苦会耗人。修行不是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，而是把身心安顿好，让功夫有地方生根。阿川问，所以要先赚钱。朴朋克说，要正当生活，要稳定身心，要不欠人，不乱求，不贪快。财的用法不是堆在身上，而是让修行不断线。一个人若有法而无财，就像有好的种子却没有水土，一开始很有希望，后来容易枯。但反过来，有财无法更危险，那就像带着一堆粮食走错路，越走越远，还以为自己准备充足。阿川笑了。那就是有装备，没有导航。朴朋克点头。正是。第三是旅。阿川一听，眼睛亮了。这个旅是不是道旅？朴朋克看了他一眼。你脑子不要只往那边跑。阿川尴尬地笑。朴朋克说，旅是同行之人，是能互相提醒的人，是能在你快偏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。人最难看见的就是自己的盲点。你以为自己很定，其实可能是麻木；你以为自己很空，其实可能是在逃避；你以为自己很有悟，其实可能只是情绪高涨。这时候若旁边没有正直的人提醒，你很容易把幻觉当成境界，把偏执当成坚持，把孤僻当成清静。阿川听得背后微凉。朴朋克继续说，好的旅不一定天天陪你练，也不一定讲很多大道理，它可能只是让你看到真正用功的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他不煽动你，不奉承你，不把你捧上天，也不在你低落时踩你。他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让你照见自己。阿川问，那如果找不到这种人呢？朴朋克说，宁可少也不要乱。错的旅比没有旅更麻烦。有人结伴是为了互相鼓励，有人结伴是为了互相壮胆去偏。前者能成就，后者会一起掉坑。所以古人说，财有时还容易，旅反而难。因为钱可以慢慢存，人却要看心性。阿川点头。朴朋克说，第四是地。阿川立刻问，地是不是一定要去深山，找灵山，找洞天福地？朴朋克笑了。你以为每个人都能丢下工作家庭跑去深山？阿川也笑了。朴朋克说，地外面看是地方，里面看是安定。一个地方若太乱、太吵、太浊，人的心神就难收。修行要有一处能安身、安气、安神的所在，但你不要以为只有深山才叫好地。有人住山里，心比城市还吵；有人住市井，心却能像山泉。所以地不只是地理，也是你的生活秩序。阿川问，那在家也可以修？朴朋克说，当然可以，但你要知道，在家修更考验人，因为家里有人情、有责任、有工作、有孩子、有柴米油盐。你若说修行就是逃开这些，那你逃的不是红尘，是功课。真正的地是你在日常中开出一小片清明，
可以是一张椅子，可以是一间小房，可以是清晨10分钟，也可以是夜里一盏灯。重点不是地方多神秘，而是你进到那里，心能不能慢慢放下。阿川想起自己房间里杂物堆满，手机一响就分心，不禁苦笑。朴朋克看出他的心思，说：修行不是一开始就要弄得像仙境，先把你的桌面清干净，把睡眠顾好，把时间留出来，把手机少滑一点，把心收回一点，地就开始成了。若连自己的生活都不整理，却天天想找仙山，那叫舍近求远。阿川沉默许久，问：师父，所以法财履地哪一个最重要？朴朋克说：法为首，没有法，其余3者容易变成浪费。财会变成享受，履会变成圈子，地会变成摆设。有了法，才知道怎么用，履才知道怎么选，地才知道怎么安。但只有法也不够，因为人不是飘在空中的，你有身体，有生活，有人际，有环境。修行若不能落地，就只是脑中的热闹。阿川问：那是不是4个都要齐全才能开始？朴朋克摇头：不是，若等一切完美才开始，你永远不会开始。先求正法，再慢慢养资粮，慎选同行人，整理自己的生活之地。4者不是一次到位，而是一路调整。今天少一点，明天补一点，今天偏一点，明天正一点。真正的修行，不怕慢，怕乱，不怕缺，怕不知道自己缺什么。阿川听到这句话，像被敲了一下。他以前总以为自己不够努力，现在才明白，有时候不是努力不够，而是条件没有安顿好。没有法，越努力越容易偏；没有财，越努力越容易耗；没有履，越努力越容易自以为是；没有地，越努力越容易散乱。朴朋克最后说：法财履地，说到底不是叫你向外追逐，而是提醒你修行要真实。真实的人要吃饭，要睡觉，要工作，要面对家人，要处理情绪，要承担责任。你若在这些地方都站不稳，却口口声声说自己要登天，那只是心急。先把脚下站稳，天自然会慢慢打开。那晚阿川没有立刻回房，他坐在廊下看着茶烟往上升，忽然觉得心里清楚很多。原来法财履地不是古人故意讲的麻烦，它其实很现实。法是方向，财是资粮，履是提醒，地是安身之处。人若没有方向，就算跑得再快也可能跑错；人若没有资粮，就算志气再大也可能半路耗尽；人若没有正友，就算自认清醒也可能被自己的盲点带走；人若没有安定之地，就算心里想修也总被外境牵住走。阿川忽然明白，修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神秘的人，而是把自己的人生整理成可以修的样子。该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，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，该学的时候虚心学，该断的杂乱慢慢断，不贪奇，不求快，不乱拜，不乱信。有法便不盲走，有财便不硬撑，有履便不孤偏，有地便不散乱。阿川看着朴朋克，低声说：师父，我以前以为修行就是往高处飞。朴朋克问：现在呢？阿川笑了笑：现在才知道，先把脚下这块地站稳，才有资格弹飞。朴朋克也笑了。山风穿过竹林，夜色慢慢沉下来。阿川端起茶，心里不再急了，因为他知道，真正的路不是越悬越真，而是越走越清明，越走越安定，越走
越能把自己的人生一点一点修成可以成再大道的气。